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别看程毅老实，其实他有时候也会骗人。都说程毅剧里剧外反差特别大，在莲花楼中，他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谎，他那800个心眼子，总能把别人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在富山海中也是，明明自己是萧秋水，却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自己是萧东火，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。如果不是我知道他是萧秋水，我都差点信了。剧外的程毅给人一种老实人勇闯娱乐圈的感觉，总是特别实诚，特别是玩游戏的时候，别人说啥他都信，别人自己是好人，他就从头到尾不会怀疑一下的，老实的有点可爱了。我以为程毅一直这么老实呢，结果没想到剧宣的时候，他居然也会骗人了。在富山海剧宣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说漏嘴了，说他的好兄弟就要下线了，结果发现还没播到那里去，就想着要补救一下，就说后面唐柔还会复活。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不小心剧透了，小心翼翼的补救，结果又不小心剧透了一句，都还在说他太老实，太可爱了。可结果呢？我等到40集的最后1分钟，也没等到唐柔复活了。程毅哥哥，我是看你老实我才信你的啊，你怎么还能骗我呢？网友说，没想到吧？程毅之前还说过莲花楼中的狐狸精是最后的大 boss 呢。还有网友还摸索出了规律，说程毅这个老实人有时候不是老实人，老实人无意间剧透可以信，但千万不要让他意识到自己剧透了，否则他就会变成李莲花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把你耍得团团转了。不管程毅什么样子，我都超喜欢的，觉得有时候不太老实的他，也超级可爱的。别看程毅老实，其实他有时候也会骗人。老实人人设的表象。提到程毅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老实内敛沉稳这几个词。无论是在综艺节目上，还是在路演活动中，他总是那种慢条斯理，话不多但句句真诚的类型。别人抢话他就安安静静的等，别人打趣他也只是害羞的笑笑。镜头扫过去，眼神总是温柔而克制，像极了一个从古装剧里走出来的翩翩君子。这就是大众眼中的老实人程毅。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位老实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小机灵，有时候甚至还挺狡猾的。尤其在面对采访和剧宣的时候，他的小表情、小反应全都藏不住心思。那种我说错了吧，但你又拿我没办法的表情，简直比演戏还可爱。他不是那种耍心机的人，而是那种老实到骨子里，却又藏着点幽默感的人。偏偏这种反差，让人更上头。莲花楼里的谎言艺术家。要说程毅最会骗人的时候，还得看莲花楼。李莲花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个心思极深的骗中高手。他表面上是个游医，医术平平，生活潦倒，实则是曾经名震江湖的李香怡。整部剧里，李莲花几乎没说过一句真话。别人问他身份，他一笑而过；别人怀疑他实力，他装疯卖傻。就连最亲近的朋友方多病、狄飞升都被他骗得团团转。你以为他是在撒谎？其实不是，那是一种带着悲伤的隐瞒。他用谎言保护他人，用假话延续自己的平静生活。李莲花的谎不是出于欺骗，而是出于温柔。程毅把这种假中带真、真中藏假的复杂情绪演得入木三分，让观众一次次被他骗，却一次次心甘情愿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网友调侃他800个心眼子的时候，更多的是爱意和佩服。因为这个会骗人的李莲花，不但骗了剧中人，也骗进了观众的心。富山海的新一代谎言大师。莲花楼之后，程毅又在富山海中玩了一次身份反转。
剧里他饰演的萧秋水，为了隐藏身份，硬是把自己活生生说成了萧东火。别说观众了，就连剧中人都信得一塌糊涂。程毅那种面不改色、语气平淡的撒谎方式，真是太有说服力了。他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表情，也不需要夸张的语气，就一个眼神，一个呼吸，就能让人相信他就是萧东火。这也是他表演功底深厚的体现。假的话说得如此真，连观众都差点跟着被骗。其实这也是程毅的可贵之处，他演的谎言从不让人厌烦，反而让人觉得真有意思。他把骗变成了一种角色魅力，用反差感去营造人物层次。所以当粉丝笑着说程毅老实归老实，但也挺会骗人时，这句话其实是一种赞美。因为那种骗不仅仅是嘴上的，而是一种演员对角色情绪的掌控，一种让观众信服的表演智慧。剧外的老实人程毅，剧外的程毅却是完全另一番模样。在各种综艺或游戏环节中，他的老实简直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。别人说自己是好人，他就立刻相信；别人要他帮忙投票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。就算被坑了好几次，他也只是轻轻叹气，笑着说一句：“我以为你说真的呢。”网友们调侃他是游戏界的冤种代表，被忽悠界的天才。他不会耍滑头，也不懂互坑的套路，总是一脸认真地投入每一个环节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的老实显得格外真实。那种不设防的信任感，是程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很多演员在镜头前会有人设的伪装，但程毅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一样的。他不擅长圆滑，不会讨巧，甚至有点笨拙。可这种笨拙，恰恰是他的魅力。剧透是谎言的诞生，但别以为老实人就不会骗人。赴山海宣传期间，程毅就上演了一出剧透乌龙。那天他在采访里随口提到：“我的好兄弟马上要下线了。”话音一落，全场愣住，这不是剧透吗？程毅自己也反应过来，赶紧补救说：“不过后面唐柔还会复活。”粉丝们瞬间松了口气，以为他只是嘴快了点。可等到大结局，唐柔依然没复活，所有人这才明白程毅骗了我们。但这谎言太可爱了，那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又努力挽救的慌张表情，简直萌翻众人。粉丝们纷纷留言：“我信你是因为你老实啊，结果你还骗我。”程毅这次骗人，其实是为了保护剧情，为了不剧透更多内容。只是他太着急圆场，反倒说得更乱。于是观众被他二次欺骗，又被逗得哈哈大笑。骗中带萌的综艺名场面，类似的骗人名场面在程毅身上比比皆是。他在莲花楼宣传时，也曾信誓旦旦地说那个狐狸精才是最后的大 boss。结果剧播完后，大家才发现根本不是。粉丝们纷纷调侃：“老实人一旦开骗，没人能逃得掉。”甚至还有网友总结出程毅骗人规律：老实人无意剧透可以信，老实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剧透，就会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这规律一出，全网笑翻。大家开始研究他的表情、语气、措辞，试图分辨哪些话是真，哪些是诚意是谎言。说到底，观众不是生气，而是被他的笨拙与机智共存迷住了。一个老实人努力掩饰自己剧透的样子，比剧透本身更精彩。程毅的反差萌，其实程毅的魅力就藏在这种反差里。他能在角色里化身心思深沉的李莲花，也能在生活中变回那个害羞拘谨的大男孩。他既可以一眼看穿人心，也可以天真的被人逗乐，既能冷静分析剧情，也能因为说漏嘴而手足无措。这种真实的反差是他最珍贵的特质。在娱乐圈这个人设横行的时代，程毅的老实不是做作，而是一种骨子里的性格。
他可以因为紧张而说错话，也可以因为怕粉丝失望而撒小谎，这些瞬间让他变得更有人味。观众为什么爱他？观众喜欢程毅，不只是因为他帅、演技好，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信任感。这种信任感来源于他的真诚，也来源于他那点小小的狡黠。他从不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，总是以朋友的姿态与观众对话。所以当他偶尔骗人时，粉丝不会觉得被欺骗，反而觉得被逗了。那是一种亲切的互动，就像朋友之间的小玩笑，我骗你啦，但你却心甘情愿地笑着原谅他。老实人的幽默哲学，或许这就是程毅的老实哲学。老实不是不会撒谎，而是即使撒谎也不带伤害。他用小小的幽默化解尴尬，用温柔的笑意掩盖失误。即便骗了你一次，你依然觉得温暖，因为那种骗背后是体贴与善意。程毅从李莲花到萧秋水，从荧幕到生活，他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真与假的微妙界限。他可以一本正经的骗人，也可以傻乎乎的被人骗。他既是智商在线的戏中人，也是憨态可掬的戏外人。或许这正是他让人着迷的原因，因为他既聪明又单纯，既真诚又机灵。别看程毅老实，他有时候确实会骗人，但就算他骗你，你也只会更喜欢他一点。毕竟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骗子，大概就是程毅本人了。